当前相对低位的这个调整结束了没有？后期上涨的空间有多大？大概能看到哪里？如果近期想要参与，在哪些位置比较合适？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交易品种共享的一个大家庭，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专注解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走势，来帮助大家避开追涨杀跌的陷阱。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如果你有看不准的品种，也可以私信约稿，因为平台限制，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可以加微信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资格。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主要说的是港股的优必选啊。那么这一次的品种也是咱们的粉丝约稿啊，优必选这个股票其实应该是在4月23号的时候，我们当时出过视频啊。现在经过这个快3个月的时间，我们来再次跟踪一下它的一个整体走势。那首先我们还是简单的去梳理一下优必选它前期整体的一个结构。当前我们看到的是日线图啊，日线图走势整体走势它还是一个下跌五浪的一个形态。这是它从它上市以来最高点是328，跌到了 40.8。那目前看整体走势就是一个完整的五浪下行模式形态。那么在这个五浪的低点 40.80 这个下跌走势其实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那接下来按照波浪理论的原则，它应该反向的出现一个三波的 ABC 走势。那我们首先还是先画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之前的第一次反弹它是触及到了黄金分割 0.236 的位置。那么从目前整体的一个幅度来说的话，它的反弹幅度是没有达成预期的。那所以说这一次的日线级别向上的反弹它还没有结束。那后期整体向上的这个结构此处可能是运行完第一个 A 调整的一个三波形态，一个 B 后期向上还有一个 C。这个 C 我们先看到黄金分割 0.382 一线的位置，大致是位于151。但是在这个图中还有其他的一些压力位我们也需要关注到，就是之前某一次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高点的位置，这个位置大概是位于126。那通过这样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后期上方我们重点先关注这两个位置。第一个位置126，它可能会在此处产生一定幅度的回撤调整。第二个位置有可能会成为 ABC 的一个反弹整体的一个目标位，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上方151这个位置，它也是和前期平台的这个底部这个压制它是重叠的，所以151这个位置是比较关键的。那通过当前的这个走势结构，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是预期它大致会向下调整到70或者是68的位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实际的走势当中，可能是因为下方的承接盘的体量比较大，它并没有按照之前视频的预期回撤的那么深。这次回调最低它是调到了 73.50， 那也就是说距离上次我们所说的这个位置它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的，大概是差了这个5块钱。但是由于近期从这个6月底开始的这波上涨，它明显这个走势幅度它已经超越了前期对于这一波下跌走势的它的一个回落反弹修正，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此处的调整 B 浪有可能提前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 B 浪的调整低点我们暂时定义为 73.50， 从 73.50 大概率是已经进入到这个 C 浪的上涨当中所以后期我们参考这个 A 浪这个结构，那么我们大概率就知道这个 C 浪的整体上涨距离上方的整体目标压力还比较远，也就意味着当前的这个位置向上的空间是比较大的，30%或者40-50%的空间是有的。对于这只股票近期就是整体要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这是目前我们从日线通过结构梳理得出了以上这些结论。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短线有没有机会让我们参与其中。那首先我们将时间调整到这个4小时，4小时从 73.50 我们可以看到上涨一波回落一波，目前处于第二波的上涨当中。这里小级别的结构它会有一些变化。第一种变化是起手先运行个5波形态，等这个5波上涨结束之后它会面临再次的一个调整，这个调整结束之后才会迎来这个 C 浪上涨的主升浪C3， 后期可能第一目标可能会直接就会往这个126附近看，这是一种走势。那如果按这种走势来走的话，那后期整体上行蓝色段这一波它就是 C 浪1，黑色段就是 C 浪2，红色段就是 C 浪3，后面还会有 C 浪4以及 C 浪5的走势。这是目前第一种预期，也是概率我个人认为比较大的一种预期。好，接下来说第二种。第二种主要还是要看此次从这个7月10号的低点开始的上涨的这个力度。如果这一波走势的高度足够高的话，那我也可以认为现在目前就是处于这个 C 浪3当中，它会直接向上，很简单的就完成了此次 C 浪反弹的一个5波形态，最终会突破126比如靠近151也是有这种可能的。那对于短线当前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行情有可能会按照刚才所说的两种预期去向上发展。如果按照第一种，后期可能还会有一次机会；如果按照第二种走强势上行的话，那么当前的位置如果这个位置附近你不进场的话，后期可能就没有机会，只能考虑说等后期的这个 C 浪3走势结束之后等 C 浪4调整出现以后做最后一个 C 浪5，这是两种预期不同的结果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变化。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是要分析这个短线的这个压力，短线的支撑位于哪里。从最近的这几天走势来看，昨天应该是回撤到了这个 0.5 到 0.618 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目前所呈现的支撑它是在85到 82.80， 然后下方的多空分水岭或者也说是防守在 80.10。 那这一两天我们就看它能否向85这样的支撑位靠一靠或者说进入到85到 82.80 这个区域。因为当前已经算是比较激进的去看待这只股票，所以相对手法也要稍微激进一些。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把整体的仓位控制一下不要太重，因为毕竟整体走势它之前这个预期它并没有跌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68.80 68.50。 那么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将风险放在第一位。那刚才也说了，短线的支撑防守这个位置都已经找到一个明确的相对一个点位。当然你放防守的话，你肯定是要把 80.10 这个位置要让开，比如放到 79.5 或者79，然后止损进场位置考虑85到 82.80 这个附近。那后期至于它会按照第一种预期去运行还是按照第二种预期，那么我们要等待市场的验证。但是至少目前我能看到两者的整体方向是一致的都是看这个 C 浪上涨，无非是 C 浪内部的这个次级别结构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而已。好，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上午通过这个波浪结构的形态，我们已经将这个优必选再次做出了这个结构分析以及更新。那后期整体走势我们就需要等待这个时间的验证，因为看一下 A 浪之前这个 A 浪运行整整走了53个交易日，大概是2个半月。那这一次到现在截止的话，它可能也就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1个半月的时间，那后面至少还有1个月到2个月的一个运行时间。好，今天上午关于这个优必选的机会已经在新的视频里更新了。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